房市急动，升息压力持续，但有钱人真的缩手了吗？2023年台湾豪宅市场开春就面临严峻考验。2022年全台建物买卖移转31.8万栋，是6年来首度衰退。但当大家都在注意住宅的时候，商仲市场却起风哦。去年台北市商办建造暴冲至80万坪，相当于新增7栋台北101。难道是打住不打伤吗？富豪制成的下一步是什么？还是那句老话，有钱人跟你想的不一样。在影片开始前，别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哦。今天就邀请2位专家来帮大家一一分析，欢迎旭兰。嗨，我是台湾房屋庄旭兰，大家好。还有欢迎我们的辅学所长。嗨，大家好，我是 CBRE 的施辅学。被誉为史上最强的打房政策——平均地权条例，确实让今年的房市直接进入寒冬期。但政府在过去10年其实也祭出了不少打房政策哦，包括2011年的奢侈税、12年豪宅贷款限制、16年房地合一税上路，到了2021年豪宅贷款限制和自然人第3户以上一律降为40%，而且没有宽限期。到了2023年，平均地权条例修法3读通过，在黑天鹅满天飞的时刻，那我们2位专家又怎么看我们修法后的市场？其实刚刚戴柔讲完，你就会感受到说，政府打房的这些手段啊、策略啊，其实几乎就每4、5年就一个循环哦。大家都很期待说，可以直接把房价打下来，打到我们人人都可以买的阶段。但是事实上，你如果拉长线去看哦，短期之间呢，好像有修正，但是长线看来呢，它还是向上的。所以其实很多人都说，通常呢，一旦修法的方向啊，跟它的细则确定之后呢，颇有这种所谓利空出尽的状况。但是政府要怎么样去执行执法呢？有一些小细节呢，可能大家都还在看。只要这些相关的细节呢还没有出来哦，至少在它上路的半年，大家还是会抱有观望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我从那个资金面来看的话，其实很多的建商或者是很多的消费者，不管是他要去买一项产品，或者是他想要新建案场，现在的这个贷款成数呢，其实是受到很大的限制啊。打预售屋之后，很多建商在买土地、速地的方面，其实都非常的保守。现在政府是说，只有贷款50%，然后剩下的10%是你动工之后他才会拨款。这件事情其实导致很多的建商他会转向到一些这个土地上面是有老屋的房子。我们常说就是1案抵3案，就是他如果是做这个都更的案场，那他可能是有2成自备款。但是如果是做速地的这个案场，它有6成的这个自备款，很多建商他就会去做一个产品别的转向。刚刚有提到说，住宅如果它的交易量，如果是假设今年下半年看的比较保守的话，可能是低于30万栋情况下，那它就会转入像商办的市场或是厂办的市场。富豪购置豪宅不外乎就是自住、家族置产或者是长期的资产配置，所以这次修法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司法人采许可制这一条，需经许可，而且5年内不得转让还有让与，这就非常有趣，因为豪宅市场是以司法人为买方主流的。那我们观察2022年成交单价在200万以上的交易总共有33笔，其中用法人名义来购买的就有19笔。那如果说修法上路了，那之后这个豪宅对高资产族群还会有吸引力吗？因为其实真的我们观察到高端的这些市场，为什么老是都是一些法人在买呢？他们在公司一旦有获利的时候，他们希望去做一些资产的规划。虽然说在房地合一2.0上路之后呢，这个法人购屋节税的一个优势已经少了，但对这些富豪来说，他们透过法人来购买呢，一方面他们自己有一个所谓他们的金流上面的规划，那再来呢，当然他们如果买豪宅啊，很多的富豪他们把它当招待所来规划，当他们有需要做这样的资产配置的时候，豪宅是一个很好的规划。我从生产面来看啊，就是说继承的豪宅原本在信义计划区就已经盖好了，那它的坪数是没有办法做改变的。那包含了像仁爱路或者是像敦化北路，最近有新出一些豪宅，实际上他们都站稳200，那也是有很多的消费者会去买单，因为就像刚执行长所说的，他是把它当做一个珍藏品或者是一个招待所的概念，那可能不是他的住家，可能是他第2屋或第3屋。其他的土地，我觉得
比较不适合做豪宅的地段或是产品别，或者是那种都更分回的这个豪宅，那它就会去做一个转向，甚至像它的面积的规划就不会是那种100坪以上的这种产品。所以听起来今年的豪宅市场会是比较辛苦的，所以我们也直接看一下七都的豪宅交易量，就是2019到2021年的豪宅市场是成长非常平稳的哦，但到了2022年是直接骤跌了31.2%。那2位专家认为今年的交易量有可能会在持续的下探吗？实际上确实，因为我本身有在做不动产估价，那银行针对这些豪宅，它会去做一个评估跟贷款。那目前最近委托的销售量，或者是我们评估的案子，是真的是比较有降低。一方面是银行在放贷的部分也会稍微比较保守，那第二个就是它的买卖交易的栋数或是件数也是有受到影响。后续我觉得还是要再做一些观察。那我们现在来探讨一下，就是价格方面有没有机会再下修？我们看一下3大城市的2022年豪宅榜单。那台北市看起来都是一些老面孔，由大安、信义、中山、松山这些 A 级的豪宅包办。那台中的10大豪宅是由秋红谷公园第1排的宝辉秋红谷和联聚瑞和大厦拿下了冠亚军。那大陆建设的立格和宝格呢是分居了第3名和第4名。那最后我们看高雄，就是我们曾经开箱过的农16特区金城天赞，持续以6字头的成交单价蝉联豪宅龙头。海丽生日公园也刷新了新高单价。那亚湾区的指标豪宅国城定潮在预售阶段也创下了5字头的最高单价。那看起来南部的市场它其实还是有追价的空间。不过我们刚刚前面讲到，就是豪宅今年的表现应该是相当的辛苦。如果法案上路之后呢，这些预售的豪宅案有没有可能干脆都改先建后售，或者是说溢价空间会不会出现呢？现在反而有一些买方可以进场。最近这2、3年，实际上它涨的是中部跟南部。OK， 像台中市的七期啊，或者是水南经贸园区啦，或者是高雄的农16等等，它的涨幅确实是超过了可能3成至5成。那我觉得台北的市场其实它是稀有性的问题。你说你再也找不到第2个敦化北路，你再也找不到第2个仁爱路，那基本上这个稀有性的一个状况下，它不太可能去做一个叠价，他们的这个销售其实也会放缓，价格已经定锚在那边了。但是如果是中南部的部分，我觉得会有价格松动的一个状况，主要是新增供给其实是不少的。这个情况下，如果它这个建案的销售率如果是低档，那它就必须要跟市场去做一些这个折冲，所以就会需要做一些让利，甚至是送装潢啊、送家具啦，或者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案产生。我非常同意所长他刚刚提到的哦，其实，在台北市豪宅很多是卖地段，就卖那个稀有性，譬如说像水岸豪宅，卖一间少一间，很多人就把它当珍藏的概念来买。当我有一户在那里的时候，我身份地位是不一样的，所以它也特别惜售。在这样的情况下，它的价格就不容易跌。那再来，如果说我们谈到就是新推案的部分，可能有一些在外围之前涨过高的那种新案子，它可能面临修正。但是实际上，它如果这个周边或者是说它整体的一个发展呢，都成熟到位的区块，它其实价格不太容易跌的。再加上，其实现在国际的趋势哦，你只要是新案哦，不管是国内的相关法规啊，你都会有一定的标准。再包括国际会期待说，我们在建筑的过程当中呢，你都要有一个ESG 绿能减碳的概念哦去做规划。所以只要是越新的，或者是越具国际规模，或者是越大的建商，他们去规划推案的这些价格呢，他们在市场上都仍然会有一定的支撑性。确实，豪宅的买气有受到阻碍，不过呢，就是品牌建商他们还是有一定的支撑力道。那交易量跟价格都有下跌的趋势。不过我就好奇啊，那富豪这些手上的资金要转向哪里嘛？因为钱没有不见，大家就可以从商众市场来窥探一二哦。继陶朱影园之后呢，威金集团也将在打造新地标金华广场商办园区，总销金额上看1600亿。那新复发和中泰建设也推出了国家企业广场和中泰世界广场，量体也同样突破了100亿。那因为我们前面都在讨论法人购置豪宅这件事情，但这次修法就是店面啊、商办、厂房都不在这次的管制内，有没有可能商众市场就迎来了一波热钱？我们也接洽到很多的外资，他们来看台湾的市场。
那尤其最近是这个所谓的logistic 或是 industrial 的这个方面了哈，我觉得在这一波疫情之后，包含了店面跟 retail 或 hotel 的这个市场，实际上是会回温的，而且是已经在筑底反弹。那第二个就是回到这个量体比较的商办。那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上市柜公司，他们去新建这个可分户销售的商办。那我觉得这个也要特别提醒一下，就是说你买的这个商办，你要注意它好不好出租，因为很多的商办是位在非核心的商业区。你今天是在好的 location， 那企业主愿意搬到这个地方来，然后有好的生活机能，有好的用餐便利性，我觉得这个才有可能会达到这个法人购置或是富豪他们在转向这个商办市场的一个好的标的。其实我也非常看好接下来的商办市场哦，因为其实连续好几年，尤其是台北哦，大家都知道说 A 级或者是一般的这个商办哦，是呈现一种商办荒哦，很多人都有这样子购置商办或者租商办的需求，所以你才会发现说非常多原本在台北市核心的这些公司哦，往外围搬，所以其实在这样子一个稀缺的情况之下呢，商办绝对会是接下来法人他们要资产配置的另外一个重点哦。那包括现在大家讨论也比较多的是像店面，因为毕竟呢，尤其以台北市来讲，已经很久不见那种所谓的高价的店面王啦。在经过这一波疫情的震荡之后呢，我会发现，在蛋白区的或者比较偏住宅商圈的这种所谓2级商圈的店面呢，反而是被看好的。一方面，它总价不会那么高。那再来呢？因为经过疫情之后，他会发现哦，商圈的迷思哦，还不如回归到比较大的那种住宅型的社区，他们下面1楼这种产品呢，你要做便利商店啦或诊所啊，其实我觉得诊所或医疗院所，这是这几年店面的一个主力，因为它完全不受疫情的影响。对，因为我们从数据面就有发现，台北市商办核发的建照，平均每年是在20万坪左右。不过去年暴冲到了80万坪，也就是成长了3倍以上哦，也相当于未来将新增7栋台北101大楼的办公空间。那你们会觉得现在这个布局的时机是到了吗？那我其实蛮鼓励的，就如同我们刚刚讲，我们也观察到说医疗院所啦，或者是有一些自营商哦，那他们呢在这个时候反客为主，把房东开除。原本他就租用了，那有一些情况是哦，他们直接把租用的这一间呢就买下来。大家对于店面的这个价格还没有完全信心恢复稳定之前，就能够先卡位一些主要的商圈或人流高的商圈。那再加上呢，把自己的这个资产哦，可以累积成长期的资产。现在的保险业最低要求报酬率是2.72%。那所以你要注意说，不管是买店面或者是买商办或厂办，那你如果是高于这样子的这个报酬率的话，那可能对这个未来要出脱的市场会比较有具吸引力。在这2、3年，海外资产的说明会也特别的夯。热门国家包括了日本啦、加拿大、东南亚，是不是有钱人早就开始布局海外市场了呢？起因都是国内的报酬率真的是相当低啊。那我先讲商用的部分，其实寿险早在2013、14年的时候就去买伦敦、比利时或是德国等等。那最近我有听到寿险，它因为台湾的报酬率太低，它也是开始在看这个东南亚市场或是这个欧洲市场。那回到了这个住宅的部分，其实过往有很多的有钱人，他是因为小孩子在当地留学，其实很夯的，就是像日本，因为货币贬值的关系，那让很多的投资人他是想要是购买去赚这个汇差或是房价上的差异。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特别留一下这个投资的国家，应该是要找一个法律制度透明的，或者是说你遇到这个问题，你可以找到人解决的一些相关国家。那或者是说，我今天买，而不是去找人头去买，而是我是用自己的所有权的名字去买。那我觉得这样会相当的有保障。其实我也很同意哦，因为其实不只是有钱人在布局哦，我发现呢，有一些所谓的中产阶级，或者是他只要手边有几百万，他开始就会去思考，在台湾你几百万是买不到什么的，
可是呢，包括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些东南亚国家，那他们推出像小套房的这样的一个房型，那以当地的一个房价来算呢，可能500-600万就可以买一间。那以他们资产规划，也许我拿个200万的头期款，然后我这样去缴，这个算盘可以哦，然后再加上投报率可能都比台湾高多了。那当然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国家到底它的一个币值安不安全，跟它的一个政经稳定程度。我们有一个朋友，他买了一个在当地是超高的大楼，他买的是25楼，结果他那栋大楼呢就一直只盖到12楼，他空有那个买卖合约，但是他没有办法有产权，他既不能住也不能租，因为这间根本不存在，他也不能转售。非常重要的是说，他的政经会不会有那种突然的变化，导致你没有办法完工，然后你求诉无门，然后或者是币值又没有办法兑现，甚至你会需要人亲自到那边去一趟，然后发现哇，整个局势跟你想象的不一样。所长，你有觉得就是还有其他的重点可以让大家在海外购物这方面呢比较安全一点？有没有注意哪几个重点？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全球的商用不动产公司或是全球的这个住宅豪宅不动产公司其实是有的。那我觉得最好还是如果是在当地有这个办公室，然后在台湾有这个办公室，可以做一个最优先的考量。那第二个可能就是在这个交易过程当中，这个你跟经纪人在签合约的时候，可能就要有一些违约的条款，或者说你在付这个头期款，或者是说在付钱的时候，其实是要有相当的这个保护的机制。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是说哇，我这台湾利率我借2%，那我去买杜拜的停车场，然后可以赚8%，赚那个6%价差。那实际上后来发现这一间中介公司它是违反银行法，它是吸金，然后给他8%，那他就是在吸下一个人的金。所以很多时候这个报酬率包装得很漂亮，或者是说很表象的东西，你没有去探究它的内容，实际上是很容易受骗。所以今天听起来就是不动产的市场非常的大，那钱也没有不见，只不过说这些有钱人呢，他们已经向前布局了。那2位专家主要就是帮大家整理了一些重点，包含就是豪宅市场呢目前就是量缩价跌，那商仲市场也是逆势起飞。那第3点就是海外置产的风潮也再一次的兴起了。那海外置产也有一些注意啦、风险啦，就是2位专家刚刚也都有讲。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旭兰还有所长在百忙之中来帮大家分析哦。分析呢不一定全面，如果有不同的观点，也欢迎底下留言分享。另外也别忘记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哦，拜拜，拜拜。